嘿，大家好，欢迎来到黄老师频道。我们今天试驾的是，Ready to Race 这个好像也有简单启动的感觉。哇哦，哇哦。哦，那个 K， 哦吼吼，哦，哈哈哈哈哈！然后这个好给力啊！哈哈哈哈！我一下子就飞出去了呀！哦，这个爆发力，哇，这个爆发力大概是我骑过的车里面爆发力最猛的了。哦，不过也难怪啊。1301cc 对吧？哇，180匹的马力，然后再加上它这个车的这个轻量，哇，这个重量好像是跟 S1000真的是差不多吧，196、197，它好像是197吧。我1300cc 加上这个，我靠！哇，一瞬间就上来了，这个真的是啊，虽然我现在速度还是在很低的状态下面的啊，但是这个加速度的话，一下子就能感觉出来了。这个后刹，后刹是硬硬的这种感觉，后刹跟凯旋的那个挺像的。这个太爽了吧！哇，这个声音太给力了。这个起步，快排，快排有个顿挫呀。虽然说进去是一下子就啪跳到2档里面去了，但是跳到2档了之后，大概有0.5秒的延时之后，然后再有一个顿挫。这个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感觉，跟其他的车好像都不太一样的。其他的车好像暂时没有过这种感觉。这个现在感觉这个车，而且。这个感觉怎么说呢？前面这块东西里面，什么也没有。这样看，居然能看到自己的这辆车的头灯，这个太夸张了。本来前面应该还有很多东西，骑到现在没有一个车，感觉这个前面就什么东西也没有的这种感觉啊。这个倒真的是各种地方都不太一样啊，挺好玩的。而且又是它这个感觉，它这个车把也是非常宽的。就感觉果然是做一些越野车的牌子，这个车把都是做的跟越野车那样的。不过我是个人觉得好像，这种宽一点的握把比较适合我呀。而且对吧？今天看我这个配色，也是能够配上 KTM 的。这个一直30几的这个感觉，这辆车的话就感觉它一直想要往前冲，然后有个一顿的这种感觉，它就是想要往前冲，但是呢，我又不给它往前冲的这种感觉。这也没办法吧，这现在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跑高速的，而且我这边路也不熟，刹车，刹车的话，这么低速的话，好像刹车也试不出什么来，刹车也是蛮 OK 的。大家喜欢的 Brembo， 刚刚感觉骑的时候好像震动好像没有什么，但是停下来了之后，这个脚踏上面还是有点感觉上有震动啊什么的。骑的时候就不太能够感觉到它，是我刚刚太兴奋了，所以没有感觉到吗？骑起来的时候再感觉一下看。哇！一下子就到60了，我这瞬间就到60。现在感觉坐在上面的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啊。这个引擎虽然说这个之前 SV650也是 V 型双缸吧，这个也是 V 型双缸，感觉对吧？这个就是天花板级别的 V 型双缸，这个感觉。但是这个震动确实很小。这个我感觉已经是非常小的震动了，几乎可以说这个的话已经是可以忽略的这个震动了。这个是非常的不错的呀。哇
哇哦哇哦！啊，这个这个一速升二速的时候，确实有一个强烈的顿挫感。这个可能要再拉高一点速度之后，然后它才能发挥这个比较好的一个作用。哦，看这种路啊，看这种弯，还有这种弯，哦，这个是车是轻快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轻快。那 OK， 现在在城市里面的这个感觉已经差不多知道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就是在城市里面啊，真的这太暴力了，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暴力。怎么说呢？城市里面操控性还是非常强的，但是它非常的暴力。只要注意你自己的油门开度，那么这个车还是非常的顺从的。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拉一下拉一把油门在城市里面的话，那我估计这个真的是肯定是驾驭不了的一辆车了，这种感觉。看啊，现在这个震动。引擎的震动也没有什么，然后对吧？这个刹车这样刹下来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给力啊！就你看人家起步，对吧？起步了慢了，我就要稍微等一等它，不然的话，我这个起步太暴力了之后，我马上就速度就是拉上来了，这个。在城市里面骑这个车真的是非常要注意啊！你像比如说这个一速真的是够了，到了40几的时候还是有源源不断的力气出来的，在这种小路上面你根本没有办法去发挥它的实力，太夸张了，这个是。嘿 ，N 档，哇 ，N 档一下子也就进去了，我去，这个感觉。这个油箱整体的感觉抛的好高的是吧？这个油箱的这个设计的这个感觉，像是那种怎么说拉力车的那种油箱，为了更加装更多的油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就变成这个样子，感觉真的是这个设计，有很多都是考虑这种越野车、拉力车这种感觉了之后，然后才设计成这样。不过这个真的是帅啊，全部都是尖尖角角的感觉，都可能哇，尤其是那里尖尖角角的哇，感觉就能戳死人的感觉，太给力了。就在这种城市的路上面骑它真的是这个车根本就发挥不出什么0.00001的这种性能来，一点都骑不出来这种。你看像这种我用一速，就一速这样骑，5000转的话脚踏上面稍微有点震动，其他的地方手把上面有点震动，但是这个震动的话不是那种非常密集的感觉，是一种怎么说呢，幅度还是有点大的抖动。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像这个速度里面的挂2档，哇，这挂2档还是有一个往前面猛冲的一下的一个顿挫感呀。那它到底要到多少转才能才能加这个？哇，这种弯真的是异常的灵活，太轻快了这个车。哇，怪不得它的别名叫做猛兽。哇，野兽还是猛兽来着？太夸张了！这个在一般人大概操作这个东西的话，还真的是非常难操控它。跟川崎的 H2又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难操控。自带的这个反光镜也是看起来非常清楚的，这非常清晰的，后面反倒的角度也挺大的。算是比较一般的反光镜，一般偏上中上的这种感觉。模式换成 Sports 试试看，刚刚还是公路模式就已经这么猛了，现在换成这个就不知道怎么样了，我稍微小心点。哇塞，哇那个塞，哇塞，哇，不对，这个为什么这个模式一变就变成这样了吗？好夸张的说，这个一下子就变性格了呀。现在开始现在我知道油门的这个感觉我知道了，这样的话还行。哇，
这太夸张了，这个不能乱来，不能乱来。稍微慢点，这里只有40，现在这个就是稍微拉一拉，感觉还没有到就是其他的车那种拉的这种程度了之后，然后一看它的这个速度啊，就已经对吧？60或者已经瞬间就60了，这个感觉哇，这太夸张了，这个太给力了，脚的着地感说不上好，那个坐垫也比较大，然后坐高感觉也是比较高的，然后我居然坐上去了之后只能刚脚跟着地，有些时候甚至要脚后跟会浮起来那么一点点。哇，这个1速到2速里面的顿挫真的没有办法啊，那个啥的嘛。如果有这个车主的话，告诉我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为什么1速到2速里面进去的时候，用快排进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一个感觉？好神奇的说，照理说不应该啊。这个性格我渐渐的开始明白了，这个性格，真的是起步的时候稍微要小心一点，然后起步了之后，在正常的行驶，这个速度下面的话，还是完全 OK 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跟一般的车操作还是比较像的。然后现在也发现，就是说这个坐垫还是有点宽的，然后这个脚还是往外面分的比较开，啊，这个在。试的时候大家跨一下试试看，也许你比如说一般能够垫得到地的车，你这辆车的话就已经垫不到地了。现在一圈反正骑下来了之后，感觉这整一辆车总体来说就是说，因为排量放在那里嘛，对吧？然后再加上这个 KTM 的这个牌子啊，他们这个做的车真的是非常的暴力，一点都不假，真的是非常的暴力。有些人说，比如说骑了之后感觉哈，它比较顺从啊，或者怎么样的话，我告诉你不要听他们说的，什么顺从，这根本就是猛兽，好吗？这个感觉就是说，不管是起步啊什么的，全部都得管好你自己的右手，这个油门一定不能拉过头。你这个拉过头了之后，你能够很能控制你的右手，能够微调它的油门的话，那么这辆车的话相对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如果你要像一些比如说小排量的一下上来就要猛扭油门的，那我跟你说这个车就不是你能够控制的车了，就一下子瞬间估计就出事了。所以这个车还是需要稍微注意一点的。如果你有机会骑它或者试驾它，或者你的朋友有这辆车的话，你上手的时候稍微要注意一点。怎么说呢？按我的感觉，这个需要注意的程度不亚于 H2 的。你试驾这个车的时候，你跨上去之后，然后开的这个心情，你应该跟对付 H2 的心情是一样的，是需要同样的这个状态去对付它的，不然的话，这个车也是很危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并不是说它是猛兽，我们就不能去买它，或者不能去控制它，也或者说这个太危险了，所以我不要买它，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车的话，说实话，非常非常有趣，骑到现在非常非常有趣啊！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它这个引擎的给人的这种鼓动感，真的是感觉一下一下的这种感觉啊，真的是非常的明显的，非常的好的。这个每一下给你的这种感觉啊，对吧？这里好像又要有弹幕说什么虎狼之词了，是吧？没有这个意思哈，没有这个意思，不要想歪。反正每一次的这个鼓动的这个感觉啊，给你自己带来的享受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给力的啊！我并没有说下流话哈。然后这个车你要骑起来的时候，感觉怎么说呢？这个你看前面，你是能够看得到自己的前轮的轮胎尖的，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低速的时候，刚刚低速一下子到了2000转以下开始会有
一点点脱档的感觉。但是在2000转一般来说的话，比如说2000转稍微多一点，20公里左右的话，那么它还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有一些比如说堵了之后，然后速度会降到20公里以下的话，2000转以下，那么就它也会开始有一种脱档的感觉。这个脱档的感觉跟杜卡迪也其实很像的，像这个感觉，像这样下来了之后。你看，会抖这样，这个车会这样抖的这个感觉还是有的。所以说，欧洲车就是在这种细微的地方不太怎么说呢，跟日本车不太一样。在其他大方面的话，我估计已经全面超越日本车了。那当然了，在这么一个国家里面嘛，对吧？日本的路通常都是偏小的，但是其实这个说回来了，又有一个很神奇的，那欧洲的路也不大呀，对不对？像比如说意大利什么的，它的路也不大呀，对吧？他们做出来的车为什么能是这样的？它真的能够在自己的国家的路上面跑吗？这种感觉。然后我感觉这个车怎么说呢？它并不是感觉让你在城里面跑的，更加感觉是一种就是长途旅行的车，因为它这个坐垫做的非常的软，然后这个骑行的这个三角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轻松的一个直起来的一个感觉的，所以说这个感觉是另外它这个后面还可以装2个侧箱，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好像就是想要让你去旅行用的这个车，而不是说让你在城市里面跑的哇，一下子就上来了今天这几条路都是比较堵的，所以大概就这样吧。感觉也是一个它在高速的时候是非常好骑的一个车，但是在低速的时候的话，你就要非常的精细的操纵油门，它不是一个非常温柔的车。你在低速的时候要是猛拉油门的话，就容易出问题。所以说这个的话怎么说呢？各有好处吧。你在比如说真的是非常大的路上面这种几条道的这种大路上面开的话，一定是非常舒服的。在这种小的城市里面，这种小路上面都不到40公里的这种路的话，那么这辆车真是憋屈的感觉。然后整体来说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新手，你能不能去买这辆车呢？我认为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困难的。你如果要买这个车的话，并不是能够很容易的能够操纵它的，所以新手的话，我建议还是稍微考虑考虑，是不是一定要或者比如说你试驾一下看看你能不能驾驭它。你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就选它，没有什么问题。这种路上面真的是哇，动力十足真的是骑这个车真的是非常的给力感觉也是坐在这个发动机上面也是非常的一个兴奋的一件事情这个发动机给人也是有一种很强的一种主张在里面的，并不像你骑比如说本田的车，你都感觉不到发动机的存在什么的，存在感很低什么之类的，它并不是。它这个车的话，发动机的存在感还是很强的。OK， 那么 KTM 的这个车的话，就是大概这个感觉，没有试到高速比较残念，其他的话都还可以。基本上该跑的也跑了，然后这边的弯也是挺多的总结一句话，就是那么大的一辆车，那么强的一个性能，然后它可以做的这么的轻巧这就是 KTM 1290超级公爵。OK， 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